听到楚风的话后，红魂宗宗主反而是一阵大笑，哪怕楚风挡下了他的一击，可他却依旧自信满满，反而轻蔑地看了一眼楚风那展现力量的令牌后，才看向楚风。楚风啊，楚风，你敢如此猖狂，便是觉得那令牌是你的依仗吧？但你真以为凭借那外来的力量，你能与我这真正的天神抗衡？红魂宗宗主问道。你说这种话，不是看不起我，而是看不起这神之时代。毕竟这力量是神之时代内收集的，但你有看不起神之时代的资格吗？你若真那么大的本领，也不至于和我一样被困在这笔斗台之内，按照人家定下的规则做事了。楚风道。楚风现在还逞口舌之快，你是真的没有搞清楚状况，我很快就让你知道你真正的处境。红魂宗宗主淡淡一笑，旋即竟将目光投向楚风身后的秦玄等众小辈。尔等后辈听好，楚风此子对我等诸多挑衅，但他这作死的行为与尔等无关。尔等现在走到我这边来，以免等下我的攻势伤到你们。只要你们自愿过来，你们身上那红色气焰我也不会尽数掠夺，会给你们留上一些，让你们也有机会登上高台，进入那道结界门。红魂宗宗主指着星空上方的巨大结界门，他这是想要从心理上击溃楚风，让楚风众叛亲离。若没楚风，我们便不可能站在这里，日后如何不得而知。但是至少现在，我与楚风将要共进退。宇文炎日率先回复道。而他此话说完，其他小辈竟也纷纷表态，你要杀要剐随便，你若真有本事，就将我们身上的红色气焰尽数夺走，少在这里说这些废话。我们当代武者不会向你们远古武者认输。那震耳欲聋的声音强硬无比，虽然夹带着恐惧，可却也尽显骨气。好样的，我当代武者还是有骨的，不愧是敢不惧七界圣府而跟随楚风的天才，这样的天才才是修武界真正的未来。尤其是神之时代外各方势力的人马，对于这种态度皆是欣赏至极。实际上，神之时代内的当代修武者，尽管嘴上不敢说，可他们却也赞赏这种行为。这是当代与远古的对决。楚风无论与七界圣府有何恩怨，他此刻也是代表着当代修武者。这个时候背叛楚风，反而令人唾弃，何况还是在对方威胁之下。很好，你们要做有骨气之人是吧？但是有骨气是要付出代价的。红魂宗宗主此话说完，那周身的磅礴火焰竟发出阵阵怒吼，那仿佛已不是火焰，更像是无数嗜血的猛兽汇集在了一起。但红魂宗宗主依旧没有动手，而是问道：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，是要与那楚风一起受苦，还是现在过来认输？别废话了，我们是当代修武者，绝不会向你屈服。你要杀要剐随便吧，就怕你没有这个本事。秦玄说话间，将自己的所有令牌都亮了出来。见状，其他小辈也都将他们身上的所有令牌都亮了出来。那个架势分明就是要跟随楚风一同与这个红魂宗宗主战斗。尽管他们的令牌力量根本没有达到能与红魂宗宗主交战的级别，可是他们还是打算一试。诸位，你们的令牌收好，这个老登交给我一人即可。楚风侧头说道。且此话说完，楚风掌心握紧，凝聚出一把结界长剑。看到楚风手中的结界长剑，不只是红魂宗宗主，红魂宗其他人也是讥讽一笑。神袍境的结界长剑在天神境面前摆弄，然而楚风结界长剑对着前方一挥，并没有发动攻势，而是在前方的比斗台上画出了一条横线。随后楚风身形一纵，越过了那条横线，站在了横线前方。老登，我楚风站在这，今日你的攻势休想越过此线分毫。楚风说道。见此一幕，众人才恍然大悟，楚风是要一己之力守护其身后的小辈。可在老一辈看来，他守护的不仅仅是那些天才小辈，守护的是当代修武者的尊严。因为红魂宗宗主等人不仅是看不起当代小辈，他是看不起当代的所有人。楚风今日若是能胜，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壮举。只是他能吗？那可是真正的天神境强者啊！纵使楚风早就壮举无数，当代武者无人不知，可当楚风面对天神境强者，他们的心里还是没底。楚风，你是要做英雄啊？但你有那个本事吗？红魂宗宗主忍无可忍，一掌轰出，那磅礴的火焰宛如受到指令一般，顿时化作一片火海，火光冲天，将这片星空都照得宛如白昼，覆盖面积之光，已是将比斗台封死。于楚风的视角望去，前方武斗台的所有范围之内尽是火焰，可楚风丝毫不惧，而是法诀变化，悬于其身前的令牌便释放出磅礴的水浪，与那火焰交织在一起，刹那间天摇地晃，就连在隔壁比斗台内的众人也是能够感受到这种颤动，真的是天神级别的力量。那楚风的令牌内的力量真的能与天神境抗衡？原来这比斗台的规则并非是毫无道理。这些小辈在前面的空间世界内竟获取了如此强大的力量。见此一幕，人们终于明白为何神之时代会有这样的安排了。原来小辈并非没有一战之力，那令牌内的力量便是他们的底气。只是对方毕竟是真正的天神，楚风真的能够战胜对方吗？众人心中也都有这样一个问号。可是很快，他们心中的问号便消散了。楚风的巨浪仿佛无穷无尽，力量也是汹涌无比。短暂交锋后，竟开始压过红魂宗宗主催动的火焰，向红魂宗宗主压迫而去。要知道，那可不是寻常的手段，而是强大的武技。红魂宗宗主
天神级武力源源不断地融入火焰之中，以此来进行增强。可哪怕如此，却依旧无济于事，只能看着那汹涌的浪潮不断逼近。堂堂真正的天神，竟然被对方一道令牌压制了。眼见不妙，红魂宗众强者互看一眼后，便达成共识。伴随阵阵古怪声音响彻，他们的体内皆是释放出一重红色气焰。那气焰很是特别，不像是纯粹的血脉，也并非天赐神力，但那红色气焰施展后，他们的战力皆是得到了提升。要知道他们本就不弱，皆是真神巅峰的存在，而当红色气焰释放后，便直接融入红魂宗宗主体内。他们是想用此手段来帮助他们的宗主大人。你们做什么？可红魂宗宗主却猛然回头，尽管头戴斗笠，却也能感受到他的目光凶狠至极，连你们也看不起我，觉得我会败给一个区区小鬼。见此情形，红魂宗众强者赶忙收回那特殊的力量，且解释道：没，宗主大人，我们不是这个意思。哼！红魂宗宗主轻哼一声，随后竟收回双手，停止催动那火焰武技。他这一停手，楚风那巨浪便毫不留情地向其扑来。可只见一道寒芒掠过，那巨浪便被一分为二。是红魂宗宗主的手中出现了一把青铜色的大刀，神兵在手，其战力大增。可下一刻，鲜血喷溅，红魂宗宗主竟已是鲜血淋淋。仔细一看，是数把寒冰长枪插入了红魂宗宗主的体内，并且那冰枪上面还缠绕着旋风。众人起初不解，直到他们看向楚风，发现不知何时，与楚风身前又出现了两道令牌，其中一道令牌散发极寒之气，另一道令牌则是散发着锋利。众人恍然大悟，是楚风将三种令牌力量相融，寒气令牌与水令牌凝结成寒冰长枪，而那风令牌的旋风又增强了速度。那寒冰长枪就藏在浪潮之中，浪潮被神兵斩断，攻势停滞不假，可隐藏在浪潮中的寒冰长枪却是发动了奇袭。可谁曾想，就在此时，那红魂宗宗主却仰天大笑起来。众人起初不解，直到他的声音再度响起，只不过这次的声音竟是在楚风那一边响起的。只见一个满头白发、骨瘦如柴、面容恐怖的老头，手持一把青铜大刀，出现在了楚风不足100米之前。而定睛再看，原本在红魂宗宗主手中的青铜大刀已是不见，而是出现在了那恐怖老头手中。显然，那被楚风洞穿的不过是一个躯壳，真正的红魂宗宗主已经来到了楚风近前。红魂宗宗主恶狠狠地盯着楚风，但恐怖的脸上却露着可怕阴森的笑容。如此距离之下，他有绝对的把握将楚风击败。小鬼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此话说完，他便准备一刀斩断楚风头颅。可下一刻，鲜血喷溅，竟是数道寒冰长枪自其身后将其洞穿。一切发生太快，在场之中除了楚风以及界天染以及神梯府主等高手外，几乎都没有人看清发生了什么。当众人反应过来之时，只看到一个不知从哪钻出来的老头，手握神兵大刀，躺在了距离楚风100米之外，身上还插着数根寒冰凝聚而成的长枪。爷爷，宗主大人！直到红魂宗少主以及红魂宗众人发出关切的呼喊，人们才意识到，原来那个不知从哪冒出来的老头就是红魂宗宗主。那么站在原地，身穿红袍头戴斗笠的，不过是一个假的罢了。老登，你是真的蠢，你都不知道去问问你那孙子吗？这令牌的力量只要催动，不仅仅是那力量受我掌控，我也将获得与这力量相同的观感。所以你的小把戏，我早就看得清楚。楚风讽刺地看着红魂宗宗主，他说的是实话。之所以有底气与天神境交手，就是因为催动那力量的时候，虽然行动力依旧是自身的力量，可是他的观察力以及反应却都达到了那力量相同的水准。结。可就在此时，蜷缩在地的红魂宗宗主却是发出了一阵阴森的笑声。你有天神境的观感又如何？你真的赢了吗？他猛然抬头看向楚风，那双眼睛变得血红，仿佛是一只恶鬼。见状，楚风法诀变化，鲜血喷溅，又有数根冰枪洞穿了红魂宗宗主的身躯。可红魂宗宗主就像是感受不到痛楚一般，不仅没有哀嚎，阴森的笑声反而更为刺耳。无用之功，此地附着于身的不仅是红色气焰，还有守护性命的结界，但那结界不是用来保护我的，而是用来保护你们这些小辈的。红魂宗宗主说道。嘴硬的老东西都被扎成刺猬了，还敢叫嚣？若不是那结界，你早死了。楚风狠狠折磨他，让他嘴硬。秦玄在身后大喊道。可楚风却注意到红魂宗宗主那神情不像是在叫嚣，于是楚风法诀变化，一道飓风包裹住了红魂宗宗主，是打算将红魂宗宗主身上的红色气焰抽离掉。至于折磨，后面再说。可惊愕地发现，那红色气焰他竟无法抽离，果然不对劲。于是楚风大袖一挥，便将红魂宗宗主狠狠地甩飞出去，甩到了比斗台的另外一端。楚风不是害怕，而是意识到了不对，必须保持距离，这样对自己更安全。此时宛如刺猬一般的红魂宗宗主跌跌撞撞地站起身来，抬头看向楚风。楚风，你是害怕了吗？他嘴角充满邪恶笑容，虽然双眼血红，但那眼神更像是猫捉老鼠。他在戏耍楚风。不妙，他果然还有后手。此时神体天府府主皱眉说道。
怎么能说不妙了？他狠狠教训楚风一番才是好事，不然今日之事传出，这楚风又要名声大噪。苍穹仙宗宗主小声嘀咕道。至于谢天染，没有说话，而是默默地看着这一切。别装疯卖傻，有什么手段使出来便是，我有时间陪你玩。楚风说话间，大袖一挥，又有17道令牌浮现，算上之前的3道，总共20道令牌，以围绕之势在楚风周身旋转。这么多，都是天神级别力量的令牌吗？他怎么做到的？看到楚风那些令牌，远古小贝也是感觉不可思议。毕竟楚风只是凭借3块令牌就已经压制住了红魂宗宗主，可红魂宗宗主却并不担心，反而嘴角笑容更浓。红魂宗宗主笑声越发大声，越发狰狞，越发疯狂。而与此同时，插在他身上的寒冰长枪也是开始出现裂痕，随之彻底粉碎。只见一团红色气焰自红魂宗宗主体内释放而出，这红色气焰可并非是神之时代附着在身上的红色气焰，并且与先前红魂宗强者释放的气焰也有所不同。他的气焰一经出现，竟传出阵阵尖锐的咆哮。仔细看来，那气焰内仿佛有着一道道红色的灵魂身影，张牙舞爪，十分可怕。最主要的是，当那红色气焰出现之后，其修为气息发生了变化，比先前强大数倍不止。他能在天神境提升1品修为，苍穹仙宗宗主也感到意外。他已经无法做到平静了。同为天神境，他知道想在天神境提升修为是多么困难的事情，至少他做不到，可那红魂宗宗主却做到了。